林姨，你别再逼我了。我捂着肚子，眼泪夺眶而出。这是我和天宇的孩子啊！林姨冷笑一声，目光如刀。我儿子事业刚起步，哪有时间带孩子？你这个扫把星，连自己都照顾不好，还想要孩子？我无力地靠在墙上，看着婆婆转身离去的背影，心中满是绝望。没想到我的噩梦才刚刚开始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叫周宇，今年26岁，父母早逝，由伯父一家抚养长大。虽然童年失去了父母的疼爱，但伯父一家待我如亲生女儿，让我感受到家的温暖。大学毕业后，我在一家设计公司工作，因为一次项目合作认识了何天宇。何天宇比我大3岁，是一家建筑公司的工程师，为人温和，做事认真负责。我们相识不久便陷入爱河，交往1年后，他向我求婚。当时我以为自己终于等到了人生中的那个对的人，天真的以为婚后的生活会像童话一样美好。结婚前，何天宇带我回家见父母。他父亲和叔叔是一位退休教师，性格温和，对我很友善。而他母亲林姨则是个性格强势的家庭主妇。从我进门的那一刻起，他的目光就带着审视和不满。天宇，你确定要和他结婚吗？当何天宇去厨房帮忙时，林姨压低声音问道，眼中满是不屑。我听说他是个孤儿，这样的人命硬，会克夫的。我心头一震，没想到林姨会说出这样的话。虽然心里难过，但我强忍着泪水，没有反驳。何天宇回来后，看到我红着眼圈，疑惑地问怎么了？我只是摇摇头，说没事。婚后，因为何天宇工作忙，加上经济条件有限，我们暂时住在了他父母家。从此，我的噩梦开始了。林姨表面上对我客客气气，但背地里却处处针对我。她总是在何天宇面前说我这不好那不对，什么家务活都让我做，还不停地挑剔。我忍气吞声，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得到她的认可。婚后半年，我怀孕了。得知这个消息，何天宇高兴得不得了，连夜买了很多补品和婴儿用品。何叔叔也很开心，说终于要当爷爷了。唯独林姨脸上的笑容明显有些勉强。这么早要孩子干什么？你们条件还不够好，怎么养孩子？林姨当着何天宇的面数落我。再说了，现在年轻人不都流行丁克吗？要我说，先好好工作几年，等条件好了再要孩子也不迟。何天宇虽然不赞同母亲的观点，但也不敢直接反驳，只是轻声安慰我，别在意，我妈就这性格。其实她心里是高兴的。我点点头，没有多说什么，但心里却隐隐有些不安，总觉得林姨对这个孩子似乎并不欢迎。果然，怀孕3个月的那天，我下班回家，发现楼道里满是绿豆，滑溜溜的。我小心翼翼地走着，却还是不慎踩到，整个人向前摔去。我本能地护住肚子，但还是重重地摔在了楼梯上。剧痛袭来，我感到一股温热的液体从下身流出。醒来时，我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。何天宇红着眼睛坐在我身边，看到我醒来，他哽咽着说：“宇，对不起，孩子没保住。”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。我紧紧抓住何天宇的手。是谁在楼道里撒了绿豆？为什么会有人这么做？何天宇摇摇头，我不知道，可能是邻居家的小孩子恶作剧吧。就在这时，林姨推门进来，脸上带着关切的表情。宇啊，你醒了，感觉好些了吗？真是不幸，好端端的怎么会摔倒呢？
我看着他那假惺惺的表情，心中升起一股怒火，但碍于何天宇在场，我没有说什么。出院后，何天宇对我更加关心了，总是嘱咐我要好好休息，不要太过伤心。何叔叔也很心疼我，常常买些补品给我调养身体。只有林姨表面上关心备至，背地里却总是冷嘲热讽。看吧，我就说她命硬，连孩子都保不住。有一次，我无意中听到林姨对何叔叔说：“这样的儿媳妇怎么能给我们何家传宗接代？”我默默地走开，泪水在眼眶中打转。我不明白，为什么林姨会如此针对我？难道真的因为我是孤儿，她就认定我命硬，会给家里带来不幸吗？半年后，我再次怀孕，这次我和何天宇都格外小心，生怕再出什么意外。何天宇甚至请了假在家陪我，每天变着花样给我做饭，生怕我营养跟不上。林姨这次的态度似乎有所转变，开始给我熬各种补品，说是对胎儿好。起初我还有些感动，以为她终于开始接受我了，但很快我就发现情况不对。每次喝完她给我的汤，我都会感到腹部隐隐作痛，有时甚至会恶心呕吐。我偷偷把汤倒掉，果然症状减轻了不少。一天，我趁林姨不在家，偷偷查看了她房间的柜子，发现了一包中药材，上面写着麝香。我虽然不懂中医，但也知道麝香是有毒的，孕妇绝对不能服用。当晚，我将这事告诉了何天宇，他震惊不已。这不可能，我妈怎么会害你？一定是你误会了。天宇，我知道你不愿相信，但事实就是如此。我急切地说，你可以去药店问问，麝香对孕妇有多危险。何天宇陷入了沉思，最终他点点头，好，明天我去药店问问。第二天，何天宇从药店回来，脸色阴沉。他告诉我，店员证实麝香确实对孕妇有害，可能导致流产，但他仍不敢相信自己的母亲会这么做。也许是我妈不知道麝香的危害，才不小心放进去的。何天宇试图为母亲辩解，我苦笑一声，不再多说。我深知林姨不可能不知道麝香的危害，她这是故意的。那天晚上，我独自一人在房间里哭泣，不明白为什么林姨会如此痛恨我，甚至不惜害死自己的孙子或孙女。就在这时，一阵剧痛袭来，我感到下身一片湿热。第二次流产后，我整个人都憔悴了。医生说，这次流产对我的身体伤害很大，建议至少2年内不要再怀孕。何天宇守在我身边，寸步不离，眼中满是心疼和自责。出院那天，何叔叔亲自来接我们，一路上他欲言又止，似乎有什么话想说。到家后，何叔叔突然转身面对林姨，声音低沉而严肃：“老伴，你是不是对雨做了什么？”林姨脸色一变，随即恢复平静：“你胡说什么？我怎么可能害自己的儿媳妇？”何叔叔盯着他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我在你抽屉里发现了麝香，这东西对孕妇有害，你不可能不知道。”林姨被戳穿后，不但没有认错，反而更加理直气壮。她是个扫把星，嫁到我们家不到1年，就接连流产2次，这不是克夫是什么？我这是在保护我们何家。何天宇终于忍不住了，他冲上前，指着母亲的鼻子：“妈，你太过分了！雨是我的妻子，你怎么能这样对她？第一次的绿豆也是你撒的，对不对？”林姨被儿子质问，脸色变了又变，最终冷笑一声：“是又怎样？我这是为了你好。她这种命硬的女人，不适合给何家传宗接代。”我站在一旁，心如刀割。原来我的2次流产都是林姨一手造成的，
他因为一些荒谬的迷信，就决定断送我和孩子的性命。这样的恶行让我无法原谅，何叔叔气得浑身发抖。他指着林姨，声音颤抖：“你简直丧心病狂！这是我们的孙子啊，你怎么能下得了手？”林姨不为所动，反而更加理直气壮：“我这是为了何家，为了天宇。”她声音提高了8度，手指颤抖地指着我：“她这种命硬的女人，生下来的孩子也不会有好命的。你们知不知道他们村有多少人因为他们家的命格遭了殃？”你胡说八道！我终于忍不住反驳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我父母是意外去世的，那是交通事故，跟什么命格没有半点关系。何天宇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怒火，他大步上前，双手紧握成拳，青筋暴起：“够了，妈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”他的声音像雷鸣般震荡在客厅中。从今天起，我和雨搬出去住，再也不会回来了。无论你在编造什么理由，我都不会相信。林姨听到这话，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如纸。不行，你不能离开我！她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惊恐，随即她突然双手捂住肚子，痛苦地蹲下。啊，疼！我肚子好疼！她的脸扭曲着，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。妈！何天宇下意识喊出声，虽然愤怒，但本能的关心还是占了上风。何叔叔和何天宇赶紧上前扶住他。林姨抬起头，脸色苍白如雪，嘴唇微微发抖。我怀孕了3个月了。她的声音微弱却清晰，像一枚炸弹在房间内爆炸。一阵死寂笼罩着我们。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让所有人都震惊不已。我看到何天宇的脸上写满了不可思议，何叔叔则完全呆住了，张着嘴说不出话来。林姨已经年过50，怎么可能还会怀孕？而且这3个月来，我们朝夕相处，我完全没有察觉到任何怀孕的迹象，没有晨吐，没有饮食变化，甚至前2天她还提着重物上楼。何叔叔回过神来，眉头紧锁，声音里满是怀疑：“你怎么可能怀孕？你更年期都过了。”林姨泪水顺着脸颊滑落，她紧紧抓住何叔叔的手，指甲几乎陷入他的皮肤。我也不敢相信，但医生确诊了，说我是高龄产妇，情况特殊。她转向何天宇，泪流满面：“天宇，你不能丢下我和你弟弟或妹妹不管啊，这是何家的血脉啊！”我注意到林姨说这话时，眼神有意无意地瞟向我，嘴角微微上扬，那不易察觉的得意让我心底发冷。何天宇一时间不知所措，他看看林姨，又看看我，眼中充满了矛盾和痛苦。我知道他陷入了两难的境地。作为儿子，他不能丢下怀孕的母亲；作为丈夫，他又无法忽视母亲对我犯下的恶行。我冷眼旁观这一切，心中的疑惑越来越深。我咬着嘴唇思考：林姨真的怀孕了吗？如果是真的，那她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突然宣布？恰好在我们决定离开的关头。如果是假的，她又为何要编造这样的谎言？难道仅仅是为了留住何天宇？我不信。我突然开口，声音平静却坚定：我要亲眼看到医院的检查报告。林姨的眼中闪过一丝慌乱，但很快又恢复了镇定。检查报告在医院，明天我可以带你去，但现在我需要休息，孕妇不能太劳累。她说着，靠在何叔叔身上，做出一副虚弱的样子。何叔叔帮林姨回到卧室后，何天宇拉着我的手，眼中满是歉意：雨，我们先冷静一下，明天再做决定，好吗？我点点头，虽然心中有1000个不愿意，但我理解何天宇的处境。那天晚上，
我们搬进了客房，准备第二天再做打算。入夜后，窗外下起了小雨，雨滴敲打在窗户上的声音像是某种不祥的预兆。我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眠。何天宇呼吸均匀，已经陷入梦乡，而我的大脑却无法停止运转。就在这时，一阵压低的说话声传来，打断了我的思绪。声音来自主卧室，是林姨和何叔叔在交谈。我屏住呼吸，仔细聆听，但隔着墙壁，声音模糊不清。好奇心驱使我悄悄起床，蹑手蹑脚地走到主卧门外，透过虚掩的门缝，谁知竟意外获得一个惊天大秘密。我看到林姨和何叔叔正在争执，你到底在玩什么把戏？何叔叔压低声音质问：“你根本没怀孕，为什么要撒这种谎？”林姨冷笑一声：“我不这么做，天宇怎么会留下来？你没看到吗？他都要被那个扫把星勾走了。”扫把星？你一直这么叫我们的儿媳妇？何叔叔气得发抖。你知不知道你已经害死了2个无辜的生命？那是我们的孙子啊！林姨不以为然。什么孙子不孙子的，反正来日方长，以后有的是机会。重要的是，我们不能让那个女人留在天宇身边。为什么？她哪里不好了？勤快、懂事，对天宇一片真心。林姨打断了他的话：“她是孤儿，这种人命硬，会克夫的。我们何家的香火不能断在她手上。”何叔叔叹了口气。你还是放不下那些封建迷信，那你准备怎么办？总不能一直假装怀孕吧？林姨阴险地笑了。当然不是，我已经想好了，过几天我就说流产了，就说是那个扫把星害的，他克夫克子，连我肚子里的孩子也要克，到时候天宇还不得和他离婚。我听到这里，全身冰凉。林姨的恶毒计划让我感到一阵恶心。她不仅害死了我的2个孩子，还打算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拆散我和何天宇的婚姻。正当我准备悄悄离开时，林姨的下一句话让我如坠冰窖。再说了，就算她怀孕了，我也有办法让她再次流产。我已经准备好了，下次就不是麝香那么简单了。何叔叔惊骇地问：“你还想做什么？难道2条人命还不够吗？”林姨冷哼一声：“只要能保住何家的香火，什么代价我都愿意付出。那女人不生下孩子，我是不会罢休的。”你疯了！何叔叔气得浑身发抖。我不会再纵容你了。明天我就把真相告诉天宇，让他带着雨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林姨突然变了脸色，声音带着威胁：“你敢？你忘了我手上有什么吗？如果你敢多管闲事，我就把那件事告诉天宇，看他还认不认你这个爸爸。”何叔叔脸色顿时苍白，沉默片刻后无力地垂头：“你太狠了。”我悄悄退回房间，心跳加速，全身冒冷汗。林姨不仅害死我的2个孩子，还打算继续迫害我，甚至用什么把柄威胁何叔叔。躺在床上思绪万千，何叔叔和林姨间有什么秘密？林姨为何执着拆散我和天宇？仅因我是孤儿，就认定我会给何家带来不幸？天亮前，我做出决定，轻推醒天宇，将昨晚对话全告诉他。天宇听完，脸色阴沉，紧抱住我，哽咽道：“对不起，没能保护好你和孩子。”我抚摸他的背：“不怪你，现在我们必须做决定了。”天宇点头，眼中闪烁坚定光芒：“今天就搬出去，永远不回来。”收拾行李时，林姨推门进来：“你们要去哪？”天宇冷冷看他：“妈，我们搬出去，以后别打扰我们。”林姨脸色大变：“不行，我怀孕了，你不能丢下我。”天宇冷笑：“够了，我都知道了，你没怀孕，这是谎言。你害死雨的孩子，还想继续害他。”
林姨震惊后退，是他告诉你的，他在挑拨我们关系。何天宇摇摇头，不，妈，是我亲耳听到的。昨晚我也在门外听到了你和爸的对话。林姨脸色煞白，瘫坐地上。何叔叔赶来，立刻明白发生什么，对我们说：“走吧，越快越好。”我们拖着行李准备离开。林姨突然尖叫一声，冲上前来抓住我的手臂：“你不能带走我儿子，你这个扫把星！”何天宇用力拉开他的手：“够了，妈，如果你再这样，我会报警的。你已经犯了故意伤害罪，可以坐牢的。”林姨如同被雷击中一般僵在原地，眼中满是不可置信：“你竟然为了他威胁我坐牢？我是你妈啊！”何天宇深吸一口气：“正因为你是我妈，我才不忍心报警。但请你记住，从今天起，你再也别想伤害雨半分，否则我绝不会手软。”说完，何天宇拉着我的手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那个充满伤痛的家。我们搬进了一个小区的二手房，虽然条件一般，但总算有了自己的小天地。何天宇对我更加疼爱，生怕我因为这些事情而心生芥蒂。我也渐渐从阴影中走出来，开始期待新的生活。离开林姨家半年后，我再次怀孕了。因为前2次的经历，我和何天宇都格外小心，医生也要求我卧床休息，避免剧烈运动。一天，我正在家中看书，门铃突然响起。透过猫眼，我看到何叔叔站在门外，神情焦虑。“叔叔，您怎么来了？”我打开门，有些惊讶。何叔叔进门后，环顾四周，确定只有我一人在家，才松了口气。“雨啊，我有重要的事要告诉你和天宇。”我让他坐下，给他倒了杯水。“天宇还在上班，要不您先告诉我？”何叔叔点点头，神情凝重：“是关于林姨的，他想对你做更过分的事情。”我心头一震，什么意思？何叔叔叹了口气：“他知道你又怀孕了，整天在家里念叨着要来找你，说什么不能让扫把星生下何家的孩子。我劝不住他，所以来提醒你们小心。”我感到一阵心悸，他还想害我的孩子。何叔叔点点头，眼中满是愧疚：“对不起，雨，我没能控制住他，他现在越来越偏执，我真怕他会做出什么过激的事情来。”我努力保持冷静：“谢谢叔叔告诉我这些，我和天宇会小心的。”何叔叔犹豫了一下，又说：“还有一件事，关于林姨威胁我的那件事，我想你和天宇应该知道。”我瞬间紧张起来：“什么事？”何叔叔低下头，声音低沉：“其实天宇不是我亲生的。”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，我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反应。何叔叔继续说道：“30年前，我和林姨结婚不久，我出差在外，回来后，她告诉我她怀孕了。当时我很高兴，也没多想。但随着天宇长大，我发现他长得一点都不像我，反而和林姨过去的一个同事很像。后来，我偶然发现了林姨和那个同事的旧信件，明白了真相。但为了天宇，也为了这个家，我选择了沉默，把天宇当成亲生儿子抚养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从未对任何人提起过这件事。林姨却一直用这个把柄威胁我，让我不敢反抗她的各种做法。我震惊地看着何叔叔，不知该说什么好。他苦笑一声：“你现在明白为什么林姨那么执着地想要拆散你们了吧？她害怕你和天宇生下孩子后，我会把这个秘密告诉天宇，让他知道自己不是何家的血脉。”终于，所有的谜团都解开了。林姨害怕的不是什么扫把星，而是担心自己的秘密被揭穿。她宁愿断送2条无辜的生命，也不愿面对真相。晚上，何天宇回来后，
我将和叔叔的话告诉了他。何天宇听完后，久久不能言语。最终，他红着眼眶说：“无论我是不是爸爸的亲生儿子，他都是我心中唯一的父亲。至于我妈，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”那天晚上，我们决定报警，将林怡的恶行告诉警方，让他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价。同时，我们也请何叔叔搬来和我们一起住，远离那个充满伤痛的家。警方很快对林怡立案调查，面对铁证如山的证据，林怡最终认罪，他被判处有期徒刑，在牢中度过余生。至于我和何天宇，在经历了这么多磨难后，我们的感情反而更加深厚。几个月后，我顺利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孩。何叔叔看到孙子，激动得热泪盈眶。叔叔，孩子跟您长得很像呢。我笑着说。何叔叔抱着孩子，轻声说：“天宇也是我的儿子，无论有没有血缘关系。而你，宇，是我见过最坚强、最善良的姑娘。我们何家能有你这样的儿媳妇，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。”何天宇搂着我的肩膀，亲吻我的发髻。宇，谢谢你没有放弃我们的家，我保证以后绝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和孩子。我靠在何天宇的肩膀上，看着窗外明媚的阳光，心中满是感激和幸福。经历了这么多风风雨雨，我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幸福。那些伤痛已经过去，而未来将会充满阳光和希望。这一次，没有人能够再阻止我们的幸福，因为爱的力量永远比仇恨更加强大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